战印脱掉了上衣，一扭头看到海童看得津津有味的，见他看他，他问：“还脱吗？”他还指指他裤子，意思是他的裤子还没有脱。战印一脸黑线，他脱下上衣是怕洗脸的时候把上衣都弄湿了。他当他脱衣服做什么？回身，战印一步便跨站到海童的面前，近距离了。海童伸手就想摸两把他结实的胸肌，嘴上还夸赞着经常锻炼的男人身材就是不错。战印一边手就捉住了他放肆的手，不让他摸上他。他黑着脸低哑地警告他：“海童，你知道摸一下的后果吗？”不等他回答，他另一只手又弹一下他的额。这人吗？做某个动作次数多了就会成为习惯。战印弹过几次海童的额后就喜欢上了这个动作，当然他力道控制得很好，不大不小的，免得他吃痛跟他翻脸。海童笑眯眯的：“你脱衣服不就是让我欣赏的吗？摸两下又不会少块肉，谁叫你要在我面前脱衣服？我是怕你帮我洗脸弄湿了我的衣服才脱的衣服，你想到了哪里去？要不我穿回上衣，你帮我洗脸的时候一旦弄湿了我的衣服，以后你负责帮我洗所有衣服。那你还是光着吧，我不摸，就看看也挺养眼的。”说着说着，他那个视线还往下瞄了瞄。战印本能的并拢双腿，黑着脸瞪他：“大意了，这丫头以前就喜欢时不时的撩他几下，当着他的面脱掉上衣。他不趁机调戏他，太阳都能从西边升起来。”他这个动作成功的逗乐了海童，他放肆的笑了起来，笑得战印的脸比包公脸还黑。对付这个放肆的丫头，不做点什么，他只会越来越放肆。战印的动作就是把这个放肆的笑他的丫头抓住，摁倒在洗手台上，然后他带着惩罚的意味吞掉他的放肆笑声。他笑的放肆倒是给了他便利。海童瞠目结舌，等他反应过来时，战印已经放开了他，还把他拉站起来，再拿来他常用的洗面奶放到他的手里，黑眸灼灼地瞅着他，声音低沉：“我还要上班，麻烦你动作快点。”海童眨眼再眨眼：“你这是对我放电啊？眨眼是放电的话，你也在对我放电，不过我这个人不容易被电，你要天天对着我放电，我才能感受到你的电力强不强呀？”战印忍不住莞尔。海童拿过洗面奶，看了一下牌子，随口说道：“这个牌子的护肤品好贵的。”安心享受着美人恩的战印淡淡的道：“以前我就一个人自己吃饱全家不饿，加上工作忙没什么消遣，每个月的收入都还没有开始用，又发工资了，不缺钱，用的护肤品自是用最好的牌子。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要好好对待自己，因为只有身体才是自己的。你不用给钱你父母做生活费。”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：“我爸妈现在还有收入，家里的田地种了很多花呀，果树呀，每年靠卖花卖果都收入不菲。我们家没有大富大贵，却也不算穷。长辈们就算退休在家，也会经营一些小本生意，不累，赚钱不多，但能打发时间，让他们觉得时间充实一点。我也曾给过钱，我爸妈，但他们不要，给一次，他们就会加倍返还给我，让我好好的存着当老婆本。”海童想到上次见面时，公公虽说步入老年了，依旧温文尔雅，保养的也好，是个风度极佳的长辈。婆婆对他略有点不喜，但修养好，也不曾针对过他，和他说话也是温声细气的。婆婆保养得更好，他都觉得婆媳俩走在一起，别人会以为他们俩是姐妹。婚后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海童跟婆家人相处的最多的还是老太太，其他人就是上次请吃饭的时候相处了一会儿之后，婆家人鲜少会出现，他又不知道这个婆家的大门朝哪个方向开。奶奶跟他关系那么好，他问奶奶的时候，奶奶说的是一座山的山名，说他们家住在山顶上，还说房子很多，大概说了他们家是哪一家，他却听得糊里糊涂的。后来奶奶说，还是等战印带他回去认门吧。战印从不提及带他回老家的事。海童想到协议的事，便不再问起回婆家的事，觉得夫妻俩无法共白头。他知不知道这个婆家的大门朝哪个方向开有什么关系？
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婆家的每一个人都是修养极好的，平辈的则是教养极好，对他这个长嫂非常尊敬。你爸妈都是很开明的家长。战印笑了笑，我们家长辈都很开明。海童认可他的话，费了点时间，战印脸上的笔油被清洗干净。下次别画成这样子了，也幸好我们去的地方是酒店，要是到处逛的话，被小孩子看到，以为遇到了鬼，能吓死小孩子。昨晚都没有休息好，你还要去上班，能请假吗？要不请假在家里补眠。海童都想着等会回到店里，就在店里补眠的。我们公司今天上午要开会，请不了假。海童看了他半晌，最后歉意的道：是我害得你没有休息好，那你怎么补偿我？海童看了看时间后说道：离你出门上班还有1个多小时，你先睡睡，我去给你准备补偿。这是给他做早餐的节奏。战印笑笑，没有阻拦他。在他转身要走的时候，他好心提醒他：你先回房里洗个澡，昨晚你睡得像小猪一样沉，我叫你推你，你都没有醒，我只好把你抱上楼来。海童的脸莫名的红了起来，他嗯了一声后就赶紧溜了。战印站在原地看着他溜走，半晌他低喃：他刚刚是不是脸红了？溜得挺快的，有点像落荒而逃。他又没有做什么，只是说了昨晚抱他上楼的事，这样他就脸红了。战印实在是想不明白，这样有什么值得他脸红的？他亲他的时候他都不脸红呢？女人心海底针呀。海童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关上门，靠在门身上，他摸摸自己的脸，还有点火辣辣的感觉。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脸红，可能是昨晚陪着姐姐去捉奸见鬼了吧。略站了片刻，海童就赶紧去洗澡，等会儿还得做早餐给战印吃。记起梁姨，海童又赶紧打电话给梁姨。在梁姨接电话后，他说道：梁姨，你等会儿直接带着洋洋去我店里就行，不用赶回来了。好。我姐姐怎么样了？装着没事人一样，说吃了早餐后还得赶去上班，我再给她准备一杯咖啡。昨晚没睡好，要继续上班，喝杯咖啡提提神吧。海童心疼姐姐，却也知道姐姐如今不宜请假，毕竟才上班没几天，让我姐骑车上班的时候注意安全。我会的。海童挂了电话后才去洗澡。从浴室里出来，他习惯性地走到梳妆台前坐下，准备梳一下头发。桌面却少了一样东西，他画的那只金步摇呢？那是他想学着自己做些头饰放到网上去买画出来的样本，花了他2个晚上才画出来。海童边拿着梳子梳理头发，边找着他的那张画，找了好一会儿都没有找到。怎么会不见呢？我明明放在梳妆台上的，也没有人进过我房间呀。他想起了战印说的话，他昨晚睡着了，他叫他不醒，就把他抱上楼。他进过他的房间啊，但他画的是一只金步摇，战印一个大男人，不可能顺手牵走他的金步摇吧？况且那是画出来的，又不是真的，他没理由拿走他那幅画。梁姨自从来上班后，也是跟着他在店里，就算昨晚先回来，梁姨应该也不会把他那幅画当成废纸扔了吧？海童想了想，并没有打电话问梁姨，不过是一幅画，没必要在梁姨来上班的第2天就问他，那样容易让梁姨误会。大不了他再花2个晚上的时间重新画一幅。这样想着，海童便先去做早餐。战印昨晚没睡，今天依旧要正常上班，海童也给他准备了一杯咖啡。夫妻俩共进早餐的时候，海童问了他一嘴：战先生，昨晚你送我回房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我梳妆台上那幅画？战印抬头看他，没有马上回答，等着他继续说下去。我觉得单纯的编织工艺品有点单调，便想着在我的网店货架上再添些新花样，就是带着古风式的头饰。不过我很少弄这些，刚开始做就要画个样本出来。那幅画是我画的金步摇样本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战印很老实地答道：我看到了那幅画，你画得很好，像是对着原物拍照一样。那幅画哪去了？我刚才发现不见了，冲进下水道了。啊！
海童错愕，怎么会？我昨晚抱你回房，刚放你躺下，你猛地坐起来就吐，吐了我一手。我当时随手就抓了张纸擦手，事后才发现那是你画的画，但被我弄脏了，我就其他纸巾一起扔进厕所，用水冲干净。他昨晚吐了吗？啊，他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就喝了2瓶啤酒。虽说喝了啤酒后让他睡得沉，那也不算醉，不醉怎么会吐？总不能是他吃的太多，撑着胃了才吐的吧？海童有点怀疑，想到不过是一幅画，战印没必要骗他，他哦了一声，没有再说下去啊。还得听姐姐的话，以后少喝酒。要找回来吗？你能找回来吗？找回来都烂掉了，也没用了。没事，我抽个时间再重新画一幅便是。战印歉意的道：我不知道那幅画那么重要，就那随手一抓，就抓到了你的画。下次你画好了，别放在梳妆台上，离床太近了。海童心里想着，这种事不可能天天发生的，他又不会天天喝酒。战先生，你也不必自责啊，是我自己没有放好，没事的，我重新画一幅。要不我买一只真的金步摇给你做样本。海童连忙婉拒，不用了，我自己画样本就行。战印只能放弃，他当初怎么会怀疑他和他闪婚是图他的钱？可能是因为奶奶天天在他耳边唠叨，加上他又救过奶奶，他就便认定他是在变相索要救奶奶的报酬，看他就戴着有色眼镜吧，既误会他又防备着他，还该死的签了一份狗屁协议，本想约束他，谁知道他遵守着协议，反而是他被处处约束。想到昨晚毁了协议，战印心情愉悦地吃着老婆为他准备的早餐，心里的大石头已经被他搬开，以后无压力了。吃完早餐后，海童收拾碗筷了，战印则是端着那杯由海童给他准备的咖啡，晃到了阳台外面，在秋千椅上坐下来，悠闲地喝着咖啡。其实这是速溶咖啡，他却觉得是他喝过最好喝的咖啡了。太阳爬坡似的爬上了高空。11月的管城，只要太阳上班，感觉就不冷。海童白天还穿着短袖呢，街上还能随处可见穿着裙子的女孩子。海童貌似很少穿裙子吧？他忽然想看看她穿裙子的样子，肯定很美。我以为你去上班了。洗好碗筷的海童习惯性的出来赏花，看到战印坐在秋千椅上惬意的喝着咖啡，他笑，是不是觉得这张椅子买对了？挺好的。海童挨着他坐下，看着花架上的那些花，主要是你的阳台够大，要是狭窄啊，连养花都觉得在浪费地方，更不要说摆放一张秋千椅了。这咖啡你能喝惯吗？还行，效果一样就行。海童往后靠在椅背上，我刚才在网上下单了全自动咖啡机，也下单了咖啡豆，以后不让你喝速溶咖啡了，感觉对不起你的身份。战印老实承认，我是今天第一次喝速溶咖啡，我猜到是今天先将就一下。他在大集团上班，大小都是个总，喝的咖啡肯定是现磨的。夫妻俩在阳台上的秋千椅上坐了片刻，等战印喝完了那杯咖啡，夫妻俩一起出门。战印先送妻子回店里，他才直奔公司而去。苏南在办公大厦门口等着战印，看到战印后，他顿时笑嘻嘻的。我以为你今天不回公司呢。苏南跟着战印往里走，保镖团则是止步于办公大厦的门口。我不回公司，让你主持会议，又得被你念到上辈子欠我的，这辈子要为我做牛做马。你挺有自知之明的，知道你一直都在奴役我。战印偏头看他2眼，我那是给你施展的舞台，要不是我给了你这样的舞台，你能得到你们家主的重视。苏氏族人的年轻一辈并不输于他们战家男儿，苏南能从年轻一辈中脱颖而出，主要是他能力不错，又与战印交好，在战氏集团是核心管理人员。他以非家主的儿子却得到家主的重视，是苏家主最重要的侄儿。故而苏南在苏氏家族的地位是极高的，他又对家主之位没有兴趣，又深得少主的信任，两个人如同亲兄弟一般。苏南嘻嘻的笑，你那是培养我成为你的情报头子，恰好我好热闹啊，爱八卦啊。你让我去办的私事都是八卦新闻呀，我哪天缺钱了，
随便把你的一件私事卖给娱记记者都能赚一笔。两个人一起进了电梯。战印说你要是把你所有的财产都转给我，那你就会缺钱了，否则你都不会缺钱啊。苏南是爱热闹，喜欢看他的好戏，其实嘴巴很牢靠的，否则他也不能如此的信任苏南。商无痕无数次想撬走苏南，都撬不走。不知道多少人想灌醉苏南，从苏南嘴里套走战士内部的机密，都以失败告终。你的钱多到几辈子都花不完了，还想我转给你？怎么样，昨晚捉奸过瘾吗？电梯里就只有2个人，苏南问出来了。也不叫上我去帮忙，害我一个晚上都在做梦去捉奸。对于爱凑热闹的人来说，明知道有热闹可以看，却不能去看那种心痒痒的滋味，可想而知。那是商事的酒店，你去了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，说不定今天的头条就给你承包了。苏南不服气地道，说的你去了就不会引起别人注意似的。我化了妆的。好吧，他没有想到这一点。打架了吗？打了。精彩吗？战印又看他一眼，见他满脸都是八卦，他笑道：精彩，我大一届影帝上线。演技精湛，他干架的本事不输于我家海童。哟，都成了你家海童了。苏南抓住重点字眼，难不成是你家的？苏南给我一个天作胆，我也不敢把他收入我家。话说你们家那位打架是真厉害，练过散打的。苏南夸赞地道，心灵手巧，文武双全。战印，你真的是捡到了宝。战奶奶是你的亲奶奶，才会把这么好的女孩子介绍给你。想当初你被战奶奶唠叨时，天天黑着一张脸回公司，好像全天下的人都欠着你的。我也很优秀，战奶奶都不帮我介绍个心灵手巧、文武双全的女孩子呢。对了，战印，沈小军会打架吗？战印无语地看着好友。苏南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，我忽然间很期待和沈小姐相亲了。啊，给你们安排的星期六下午见面，地位你来定，定好了跟我说。我让海童通知沈小姐过去，那就是后天了。战印，你快看看我现在帅不？脸上有没有长痘？胡子长不？电梯把2个人带到了顶楼。战印等电梯门开了，撇下这个准备开屏的孔雀，苏南忙跟上他的脚步了。战总，苏总。赵秘书站起来向2位老总问好，2个人都是点了点头，算是回应赵秘书的问好吧。进了战印的总裁办公室后，战印指着他休息室的门口对苏南说道：我休息室里有镜子，你进去照照镜子。苏南拉开椅子，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下，笑道：我对我的颜值还是有信心的，只要沈小姐看到我，保准对我一见钟情。海童面对着我这张脸，至今都还没有真正沦陷。沈小军和她是好闺蜜，喜好及性情都是差不多的。苏南，你别打击我的信心嘛，有你这样当介绍人的吗？你应该把沈小军夸得天上有地上无才对。天上有地上无，你跟鬼相亲啊？苏南张嘴结舌，竟然无从反驳。好半晌，他说道：战印，你不开口就不开口，一开口那牙又尖嘴又利，我能被你噎死。周红林以及他的家人，还有叶佳妮以及他的家人，你都安排人帮我盯着。他是向我大姨姐提离婚了，那种人渣肯定会在离婚时各种扯皮的。放心，我一直都让人盯着的。那你还坐在这里做什么？就没有其他的了？苏南觉得套到的消息还不能满足他的八卦心呀。战印很想拎起这家伙扔出去。见战印不再往下说，苏南笑道：行，咱们谈谈工作上的是吧？你要不要喝杯咖啡提提神仙？喝过了。也是，你都是有老婆的人，有老婆照顾你，不用担心饿着渴着。单身惯的苏南忽然也想找个清新的女人结婚，过过有老婆的日子。2个人讨论过工作上的事情后，苏南才离开总裁办公室。战印看看时间，还有10分钟他就要开会了。他借着这个空闲打电话给陆东明。陆东明在电话里爽朗的笑，问着好友战印有什么好关照？是我想让你关照一下。关照你大姨姐。她来面试那天，
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招了他进来。已经有人在背后猜测我和他的关系了，他在办公室里也遭到同事们的排挤。你要是再让我关照一下他，我觉得他自己都干不下去，被排斥的。身为陆氏集团的当家人，在公司里又是一言堂的陆东明，对海玲上班后遭受到的一切都知道。他没有再为海玲出面，就怕让海玲的路越来越难走。你跟他说试用期多久？3个月。啊，主要是他太胖了，我要求他每天上班之前在办公大楼面前的小公园跑上5圈，跑不完不准上班，逼着他减肥，1个月的效果不会很明显的，才给他3个月试用期。东明这管得有点宽呢，给了海玲工作，还要操心海玲的颜值及身材问题，真是天底下最好的老板了。东明1个月的试用期，试用期后给他加工资，你要是觉得他的能力不值得你为他加工资，每个月给他加的钱我私底下给你。他现在只是财务部的文员，再怎么给他加工资也加不了多少，顶多就是加个1000几百元，顶什么用？战印沉声说道：1000几百元对你来说不顶用，但对普通人来说却很有用。我姐准备离婚了，她要争儿子的抚养权，工作稳定，收入稳定，有利于她争儿子的抚养权。她以前是在微浩电子做财务总监的，能力肯定是有的，她现在只是财务文员，已经是屈就她了。试用期满后给她加点工资，倒也不会太突兀，我不差那点钱，不用你私下给我钱。陆东明没有苏南那样八卦，会抓住重点字眼。他听到战印称呼海玲我姐，没有半点意外。海玲是海彤的姐姐，海彤又是战印之妻，战印跟着海彤一起叫海玲做姐姐，最正常不过的事了。东明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海玲现在是我公司的职员，给我做事的，当然是我给工资。她要离婚了吗？她老公出轨。陆东明不意外地道。以前偶遇他2次，他都是自己带着孩子走在街道上。第2次遇到他时，他还买了那么多东西，打电话给她老公都不来接他，就知道她老公是有问题的了。夫妻感情好的，知道妻子买了那么多东西，还带着孩子，早就赶来接妻儿了。战印，放心吧，他在我公司上班，只要他自己不辞职，我都不会赶他走的。他在你公司上班，我放心。我准备去开会了，改天有空请你来我家里吃饭，尝尝我老婆的厨艺，她烧的家常菜很好吃，总算肯让我们见见她的真面目了。陆东明打趣了战印一句，上次他也看到了海彤，但只看到海彤的后背，他挺想看看海彤是否美若天仙，貌比嫦娥，短短2个月就让战印动心了。战印笑笑，没有再说话，挂断了和陆东明的电话。周家，你要和海玲离婚。周父瞪着请假过来的儿子，不是说了吗？看在洋洋的份上，先过下去。周红林低着头，只顾着抽烟。周母抱着小宝过来，坐在丈夫的身边，先说了丈夫一句：那么大声做什么？别吓到了小宝。又放柔声音问着儿子：红林，好端端的，怎么就提出离婚了？你们俩又打架了吗？还是因为昨天的事，海玲找你闹？洋洋，没事吧？周母做了那样的事，回来后也有点惦记着孙子的。外孙这一次感冒，折腾的一家老小都不得安宁，仅是反复发烧就够让大人揪心的了。洋洋比小宝还小1岁，真被感染了，还不知道会折腾成什么样呢。我没有回家，没有看到洋洋，应该没事吧？我在小区附近看到海玲如常去上班的，折腾了1个晚上，把她和叶佳妮都打了，海玲竟然还能若无其事的去上班。她还好，叶佳妮现在还待在酒店里，不敢出门见人，脸上的五指山还没消呢。昨晚海玲姐妹俩离开后，叶佳妮抱着她哭了很久，说她会受这样的屈辱都是她害的，哭得她心疼死了，更坚定了离婚的心。那就好，我也放心了，做了那样的事，妈的心也不好过，洋洋怎么说都是我的亲孙子，是他那个妈心狠，这么小的孩子就要扔下去上班。周母把过错推到海玲身上，红林，你跟妈说说为什么现在就要离婚。周红林又吸了2口烟后，抬头看着父母，有点尴尬地道：我和佳妮昨晚在酒店过夜了。
海玲打电话给我，佳妮以为她有急事找我，就带我接听了电话。海玲竟然找到了酒店，带着她妹妹，姐妹俩把我和佳妮赌个正着。我们厮打得很厉害，佳妮被海玲打得太狠了，现在还在酒店不敢出门见人。妈，我不想再和海玲过下去了，一天都不想过了，我要离婚。周父猛地站起来，就一巴掌抽过去。周红林没想到父亲会打他，结结实实的挨了一巴掌。老头子，你做什么？周母忙放下小宝，起身就拉住了丈夫，不让丈夫再出手。她说着丈夫，红林上次就说了，他已经不喜欢海玲，不过是为了洋洋才还没有提离婚。就海玲现在的样子，也配不上红林了。她背叛家庭，我教训她一下，还有错了？周父生气地道：现在离婚，洋洋怎么办啊？洋洋那是我们周家的亲孙子，他打儿子这一巴掌，不是怪儿子出轨、背叛家庭、背叛婚姻，他是气儿子这么着急，没有为孙子考虑考虑。洋洋肯定归我的，那是我的儿子，海玲也没有本事养儿子。爸，你放心，不会让你丢了孙子的。到时候你和我妈不愿意过去和我一起住，我就把洋洋送回来。你们带小宝也是带洋洋，也是带表兄弟俩，还有个伴呢。等洋洋可以上幼儿园了，也和小宝一起。爸妈，你们放100个心吧，洋洋的抚养权海玲争不到的。就算海玲有工作了，刚上班几天，连工资都还没有拿到呢，能跟他比吗？他已经托人帮他去陆氏集团打听海玲的工作职位，再想办法拉拢一下海玲的同事，帮着他整治海玲，让海玲工作上出错，失去工作。虽说海童会帮着他姐，但海童的收入不能代替海玲争取洋洋的抚养权。周红林压根儿不担心洋洋的抚养权会落到海玲手里。他的儿子，哪怕他没有心思和时间去管教培养，宁愿送到老家给父母养着，也绝不让海玲带走。周父周母见儿子是坚持要离婚，儿子和叶佳妮又那啥了，被海玲捉奸，以海玲的脾性，他是不可能再忍。周母开口说道：红林，你和海玲结婚之后，都是你在上班赚钱，他完全没有收入。离婚的话，你们俩去民政局办个离婚手续，就叫他收拾他的衣服走人吧，其他东西不允许他带走。离婚已成定局，那就减少离婚带来的损失。妈，什么都不让他带走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他什么都不要，才能让他净身出户。婚后他不上班，但我的工资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他一旦起诉离婚，就要分1半给他。房子婚后还贷的钱虽说是我的工资在还，因为我的工资属于婚后财产，他也是有份的。离婚了，房子不给他，但要补偿他一笔钱，我算了一下，也不用补偿太多。装修费是他出的，他曾经跟我说过，要是离婚，让我把装修费还给他。我那房子装修连同买家电一共花了42万，都是海玲出的。不过我也跟他说过，装修费我是一分不还的，那是他自己愿意掏出来装修房子，又不是我逼着他掏，我才不还呢。周母立即说道：装修费哪有得还的？这个不用管他，他爱吵爱闹都不用搭理他。你们的婚后财产，红林，你算过了吗？真给海玲分1半，要给他多少钱？20万左右。20万！周母叫起来：不行，红林，不能分给他20万，他婚后1分钱都没赚到，凭什么还要分走你20万？给他2000块钱，他爱要不要？20万那是割肉呢。周红林也不想分钱给海玲，只是现在提离婚提得太突然，他来不及财产转移，只能商议离婚，商议不来就打官司了。周父谨慎地问：你出轨被海玲抓个正着，这样会不会对你不利？例如让你净身出户。周红林厚颜无耻地道：爸，出轨的男人何其多，又有几个真会净身出户的？我和海玲婚前没有签协议，法律又没有规定出轨的一方就要净身出户，不过是那些人以为一方出轨就要净身出户而已。多少比他有钱的男人出轨了，也不见人家净身出户。只是我出轨了，海玲起诉离婚的话，他是无过错方，在财产分割时要多照顾一下他。周母听得有点糊涂，只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儿子离婚要分钱给海玲。
他非常不愿意，特别是儿子说在财产分割时还要多照顾一下海玲，那就是要多分点钱给海玲了。红林，要不离了吧？你看看离个婚损失多大呀？你去向海玲认个错，向她口头上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了，就算不能和好如初，至少能不离婚呀。他心疼洋洋，为了洋洋说不定就不离了。多少女人婚后遇到丈夫出轨，为了孩子都在忍着的。周母觉得海玲也会为了洋洋忍下去。你跟她说取消 AA 制，以后多给一点生活费，她不离婚了。你和佳妮在一起时尽量别让她看到。妈，我要离。周红林很坚持，佳妮一个没有嫁过人的女孩子跟了我，我要对她负责任，我不想让佳妮再受委屈。周母没好气地说她，海玲嫁给你之前不也是个黄花大闺女，怎么不见你对她负责到底？现在为了另外一个女人让她受委屈？妈，你是站在哪一边的？周母撇撇嘴，叶佳妮是很会讨好他们，让他们忍不住喜欢她，但周母总觉得过日子还是海玲会过日子。海玲是吃过苦的人，她心性坚韧。叶佳妮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，被父母哥哥宠着，没吃过什么苦。这种女人可以同享乐，未必能同患难。我跟海玲说了这2天彼此冷静一下，后天我再回去跟她商议离婚的事。我们先谈条件，谈不拢，她就去起诉我呗。反正这婚我要婚，必须离，我早就厌恶她了。周红林如今像走火入魔一样，坚持要离婚。虽说要分一笔钱给海玲，那不过是他财产的一小部分，他存在父亲名下的那笔钱才是他财产最大的一部分，有100多万呢。这是海玲不知道的哈。就算海玲猜得到，他没有证据也咬他不着。周父周母，你看我看你。最后周父说道，你既然决定了，我和你妈也没啥好说的，跟海玲好好的道个歉，好好的商议离婚的事，除了给他一点钱，其他东西都别给他。给他钱，看看能不能说少一点，给个1、2万行吗？20万太多了，就是婚后1分钱没赚到，离婚时还想分走20万，他这是发财了呀。多嫁几个男人，多离几次婚，他岂不是成了富婆？红林，你要死了，顶多就给他2万块钱，你不必和他纠缠。妈去，妈一把年纪了，也不怕丢脸，妈给你死缠烂打去，绝不让他分走你那么多钱。他还敢打妈不成？周母决定去当个不讲理的野蛮泼妇婆婆，坚决不让海玲分走他儿子的20万。20万在乡下建房子都能建好2层楼的主体了，现在材料贵了，要是以前20万不仅能建好主体，还能装修呢。周红林沉吟着，等后天商议的时候，看看海玲提出什么条件吧。周母嗯着想了想，说道，洋洋呢？要不先把洋洋接过来？我听说孩子太小，一般都是判给妈妈的，只要妈妈有能力抚养。洋洋才2岁多，又一直是海玲姐妹俩在照顾着，法院说不定真会把洋洋判给他。法院判的时候可不会考虑洋洋是他们周家唯一的孙子这个问题啊，人家考虑的是怎么判对孩子最好呀。要是抚养权归你，洋洋现在过来，我们能培养感情；要是抚养权归海玲，洋洋在这里，我们坚决不送还，海玲还能怎么着？洋洋是我孙子。周父也是更在乎孙子的问题，对儿子说道，红林，你妈说的对，现在先把洋洋接过来，我和你妈先照顾着。